大家好啊，我是猪王，又到了618大促节啊！每年这个时候，比巴评测室都会做一期笔记本电脑推荐合集，今年也不例外。和往期一样，这次推荐呢，我们会把笔记本电脑分为3类，分别是高性能游戏本，它们的性价比很高，适合玩游戏使用，也可以做一些专业型工作；还有轻薄便携笔记本，它们主打轻薄便携，虽然不适合玩大型游戏，但是适合便携商务办公或者带到图书馆学习使用。最后是全能型笔记本，它兼顾了一定的游戏性能，也有一些便携性，但是两者呢都不够极致。这个品类比较杂啊，一些创意设计本和移动工作站我也会归纳在这里面。需要事先说明啊，本期视频没有推荐的电脑不一定不适合你。如果你看中的这台电脑我们没有推荐啊，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了解过，没有测过，或者说是不小心忘记了，反正肯定不是你的眼光有问题，放心好了。好，那么这次我们还是根据价位段来推荐啊。首先是最便宜的2500元到3500元，那这个价位段属于是基本不能再低了，因为再低的话，你的配置会有断崖式的下滑，你可能只能买一些特别杂牌的这种机器，或者说，你只能买到二手机器。那在2500到3500的话，还是有一些 N 减1代，就是老一代的产品，全新的机器是可以选择的，比如说荣耀 MagicBook 14。那首先呢，就是它价格比较便宜啊，其次在这个价格下面能保证16GB 内存和512GB 的固态硬盘，以及 Full HD 分辨率的100%高色域的一个屏幕。那在这个组合下面能卖到2999元，属于很不错的一个表现。除此之外的话，我们还发现它的由于用的是老 CPU 嘛，所以说它的续航表现、能耗表现也是不错的。那么缺点的话，确实还是有些缺点啊，但是在这个价格下面，我觉得都不重要了，好吧？下一台红米 Redmi Book Pro 14锐龙版2022，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台2022年的一个旧款的机器，但是配置我觉得一点都不旧。R5600H 处理器，16G 内存，512GB 固态硬盘，同样搭载了一个100%sRGB 高色域的屏幕，而且是2.5K 分辨率的。那么这台电脑售价是3399元，只比刚才那台电脑贵400块钱，但是屏幕又升了一档 ，CPU 性能也升级了一档，而且这个高色域屏幕还是高刷新率120赫兹高刷新率的。那这个价位段能买到这个电脑，我觉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，即便是旧款，它的使用体验也是不输于新款轻薄本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的预算非常的低，比如说在3500以内，那么这款我认为可以是首选，好吧，首选。那么毕竟价位很低啊，所以说选择相对来说比较少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加1000元，3500元到4500元。那这个价位段曾经也是非常差的一个价位段啊，连高色域屏都很难见到。但是如今的话，甚至可以说百花齐放了，好吧，选择还是挺多的。首先还是红米 Redmi Book 14 2023啊，这台电脑是2023年的新款，但是嘴上说新款，实际上搭载的还是一个老处理器 i5-12500H， 是去年的一个12代酷睿，今年已经更新到13代了啊，去年12代酷睿。那么同样是一个高色域、高刷新率的屏幕，然后还有就是 16G 内存和512GB 固态硬盘的组合，比刚才那台电脑要贵个300块钱啊，但是它的 CPU 性能拔高非常多。而且名义上说这台是2023年的新款啊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消费心理会更好的满足啊。这台电脑我也是推荐的，3699元，很便宜。下一台性价比更高，机械革命无界14，这台电脑我一度成为3000到4000元的性价比之王啊，因为它的配置真的是很顶啊。R7773H 处理器，16G 内存，512G 固态硬盘，2.5K 120赫兹的一个高刷、高色域、高分辨率的一个屏幕。那么同时有60瓦时电池，以及双 M2 2280硬盘位，2280规格的硬盘位它有俩啊，这个扩展性表现是非常好的。同时的话，它的那个续航我们测下来也不错。那它60瓦时的电池的话 ，PCMark 是可以10个多小时，然后我们的一个负载比较高的一个续航脚本也有5个多小时的一个续航时间，在这个价位段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。那总体来说，它是属于那种整体配置比较高，然后价格比较低的那种纯性价比型轻薄本。而且它性能释放也很不错啊，54瓦时的一个性能释放，散热的话你可以看一下，它这个散热规格能在这个价位段看到这个散热规格，属实是夸张啊。所以整个机器都很顶，我是非常推荐这台电脑的。但是价格一定要注意，我最推荐的价位段还是3699元，现在应该是3899元，那399元相对来说会稍微贵一点点。那么除此之外的话，它还有一个姊妹型号叫做火影重研 U4啊，那这个机器其实性价比它还要再高一点，但是这个品牌我觉得比机械革命可能稍微在品牌力再差一点啊，所以说，如果说你要追求再纯粹一点性价比的话，那台机器也可以考虑一下，好吧？我就在这里提一下。
好，下一台是红旗的这个非凡 Go 14啊。那么这台机器的话，其实配置很新啊，前面都是老是碰到一些 N-1代的产品啊，这个不是的 ，i5-13500H 啊，最新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16GB 的内存，512GB 固态硬盘，2.8K 分辨率，90赫兹刷新率，还有100% P3色域的一个 OLED 的屏啊，这个屏幕其实素质还可以的。对，它现在价格降到4399元了啊，那么这个价位段我觉得啊就可以推荐了啊，原本是5000多块钱的。首先第一啊，它的扩展性还是可以的，有2个硬盘位，2个雷电4接口。然后它的摄像头，它是升级到了1440P的一个摄像头，那个上网课啊，或者说开会都是可以用的。缺点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它其实还挺热的，因为13500H 不是一个特别好伺候的处理器啊。如果说你满载的话，经常是维持90度以上，甚至100度啊，都是有可能的。但是你只要不要老是像我一样，就是特别高负载的用的话，其实也还好。这台机器在一窝认证的笔记本里面，特别是2023年一窝认证笔记本里面，属于有一点性价比的产品啊。那可能比较冷门吧，但是我还是推荐它的。好，接下来是一台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，但同时它这个屏幕尺寸比较大的红旗蜂鸟未来 Vero 环保版。这台电脑，很多人其实看它不爽，因为它是一个主打环保的笔记本电脑，很奇怪啊。因为说实话，环保是你们厂商的事啊，消费者的话，如果同样价位段，哎，那这个是个环保机，那可能会去选择它。那如果说环保要消费者来承担成本的话，那我觉得从我个人角度来说，我不是很乐意啊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台电脑我认为它没有把环保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，因为 i5-12351处理器，16GB 内存，512GB 固态硬盘，高色域屏幕，3899元。啊，确实是挺好的啊，这个环保在我心目中又加分了，好吧，而且还是一窝认证的。那你不要看到这个 U 结尾的处理器就觉得弱，12代酷睿已经不弱了，好吧，这个 CPU 性能还是可以的，做办公用啊没什么问题。那么唯一的缺点就是你尺寸大，再加上它那个环保材质啊，说实话还是有点分量的啊，所以说这个机器其实便携性相对来说比较一般，好吧，其他都没问题啊，其他都没问题，都是一个价格比较亲民的一台环保型的笔记本电脑。好，那接下来是惠普的战66 6代。那我们推荐的版本的话是锐龙版，那搭载的是7730U 处理器，16G 内存，512GB 固态硬盘，以及一个 FHD 分辨率的一个高色域屏幕，4099元。这台电脑说实话，便携性一般性，然后屏幕素质啊也一般性，性能也一般性。为什么我要推荐它呢？这其实它在其他方面有几个点做得非常的好啊，我现在一点点说啊。首先，它的扩展性很好，它的内存支持升级。它是默认16G 内存，你只要搞得到内存条，你可以升级到64G，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它有2个硬盘位，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再加装一个固态硬盘，啊，所以说它的扩展性很好。同时，不仅是内部扩展性，外部扩展性也很好，它的一个接口啊是非常丰富的，各种各样的接口都有，它扩展性不错。那这是第一点。然后第二，它的售后服务可以说是同价位的王者啊，4000左右的一个王者，4000块钱的机器，它支持2年上门维修，而且还支持1年意外保固。啊，就是说你这台4000块钱的机器，你不小心给它摔坏了，它还给你保修啊，那甚至还可以上门给你保修，哇塞，这简直就是 Alienware 级别的一个售后服务啊！就惠普让他们在这个中低价位段啊，或者说低价位段都已经享受到了售后服务，这是它的一个第二点。那第三点的话，我觉得就战66系列，我推荐这么多年啊，翻车概率还是比较低的，相对来说啊，品控虽然品控是个比较玄学的东西，但是我在这里想提一下。就是我推荐战66，可能看到有人说啊，这个机器坏了，怎么样啊，黑屏蓝屏怎么烧坏了，这种事情是比较少的啊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机器是质量是比较好，当然缺点有很多啊，刚才说过了，很厚，方向键很怪，这个指纹识别模块还给我缩了啊，这些希望他们下次能改进，好吧？我觉得是一台普通学生、普通商务人士可以买的机器。刚才说的都是一些轻薄本，没有游戏本，为什么？因为游戏本相对来说都会比较贵一点啊，所以说我们的预算还要再拔高一档啊，就是拔到4500到5500元。那在这个档位下，就可以买到一些 RTX 4050显卡的游戏本了。你要愿意的话，其实甚至可以找到 RTX 4060的，但是那些就是其他地方的配置就缩得比较厉害。那同时呢，轻薄本可选种类也更多了啊，那机器也可以保证一些品质了。就是我们推荐的一些电脑，至少不会在很多地方都给你缩得一塌糊涂，属于还不错的一个价格段，好吧？那么游戏本的话，我们推荐这台也是极致性价比的一个产品啊，机械革命极光翼，它搭载的是一个12代酷睿的 i7 处理器 i7-12650H， 还有 RTX 4050 6GB 的独立显卡，功耗最高是105瓦，完全够用了。16GB 内存，512GB 固态硬盘，2.5K 165赫兹刷新率的高色域屏幕啊，这个屏幕是不错，好吧？在这个价位段能看见不容易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它2.15千克，重量控制的还好。那么这台电脑在推荐它的理由就是它性价比很高，然后在同价位里它的屏幕素质也是比较好的。
啊，这是我觉得比较值得推荐的点。但是它的硬盘不行，网卡也不行。我觉得这个机器，如果说你要在5000左右价位段买到一个屏幕还不错的一个游戏本的话，那这台电脑是可以考虑一下的。但是选择真的也不是很多。那其实，在5500以内的话，其实还有一台机器也可以提一下啊，就是神州的 S8。我记得什么时候，拼多多那段时间还是天猫那段时间啊，4999元可以买到4060，惊为天人啊！怎么这么便宜？是不是？很多人都来问我说能不能买。但是这台电脑我不是特别的想推荐，原因很简单啊，就是因为它做那么便宜的一大原因是它的屏幕啊，它是低色域屏幕。我们现在推荐电脑，包括我们这期视频里推荐的电脑，全部都是高色域屏幕的。你发现啊，3000块钱的机器那都是高色域屏幕的啊，所以说除非你有外接屏幕啊，你已经有这个条件外接屏幕，或者说你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屏幕素质，完全不在乎，我只要显卡性能，那我觉得神州那台也可以考虑一下，好吧？这台电脑也是我要提一下的。好，那下一台红米 Redmi Book Pro 15锐龙版，这个其实也是旧款，但是呢，这个机器在我看来，首先第一，它是贴着4500元卖的一台机器啊，同时它的配置的话也不是特别有短板的啊，而且有3200×2000分辨率超高分辨率的90赫兹的刷新率的屏幕，那我觉得卖这个屏幕卖这个电池容量，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一下的，而且做工质感很棒，看上去不像是一台4500左右的机器，它看上去像是一台6、7千、7、8千的机器啊，做工还是可以的。联想小新 Pro 14锐龙版，搭载的是一个7735HS 处理器，16GB 内存，1TB 固态硬盘啊，2.8K 分辨率的一个120赫兹高刷新率的一个屏幕，电池容量这次是增加了75瓦时的一个电池容量啊，这也是很不错的。那么重量确实有点重啊，1.44千克，但是它的性能释放，还有它的一个电池容量啊，包括它这个续航表现，那都是不错的。散热的话，其实散热设计可以看到啊，也是一个双风扇双热杆的一个散热设计啊。对于这种性能释放比较激进的轻薄本来说，他们都是以这个方式来设计散热的。接下来是联想 ThinkBook 14+2023，那同样也是搭载13代酷睿 13500H 处理器，2.8K 的一个90赫兹的一个 LCD 的屏幕。那么这台电脑它有个好处啊，就是它标配了一个32GB 的内存，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有32GB 内存选择的话，你随时可以买到它。你就不用去担心这个内存容量的问题了。那如果说你16GB 内存够的话，那它4999元就可以买到，好吧？我觉得这台机器最大的优点就是32GB 内存可选，同时接口非常非常多，跟战略6一样，它比战略6稍微贵一点，但是呢，它整体设计要更加新颖一点啊。其他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一台商务定位的笔记本电脑啊，可能没有那么的轻便，没有那么轻薄便携啊，但是呢，它的实用性更强，接口更多，性能释放也是不错的。那这台电脑其实是 ThinkBook 啊，一定要记住啊，这不是 ThinkPad。ThinkBook， 那 ThinkPad 就是那种很传统的那种，就是小黑的那种商务本。那如果说你喜欢那种类型的话，你其实可以考虑一下那个 ThinkPad Neo 14啊 ，Neo 14锐龙版。那这台机器虽然是 N-1代的，但是 Neo 已经是最后一代了，不会再更新了。更新的话改成叫 T14P 啊，那个就贵了。那 Neo 14这台机器的话，去年是ThinkPad 里性价比最高的一台笔记本电脑。那么包括锐龙处理器，一定要买锐龙版啊，酷睿版太贵了。锐龙处理器它的核显性能还是不错的，然后再加上它续航表现也有提升，所以说如果你在这个价位段想买到真正的 ThinkPad 的话，那 ThinkPad Neo 14我觉得相对来说，商务范儿会更浓一点，好吧，算是个备选吧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目光调向主流价位5500元到6500元，那么这个价位段就有很多很神奇的机器了啊，但是主流价位了嘛，8仙过海各显神通。那首先还是游戏本，那么游戏本里面非常值得一说的啊，全体起立，机械革命极光 Pro 2023年度性价比之王。这台电脑它是有一个不能说是划时代意义的一个产品吧，啊，它改变了2023年的游戏本市场格局。2023年大论调，包括厂商也好，包括我们 KOL 也好，大论调都是涨价啊，很贵，4060、4050，哇，超级无敌贵，是不是啊？风也是这么吹的，我们听到的消息都是这个消息。但极光 Pro 一出来，直接打了我们所有人的脸啊！i7 12650H 处理器加上4060，以及 2.5K 165赫兹高色域的一个屏幕，5999元，我的天呐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买到了这台电脑。在当时这个价格让我觉得直接就是卖完就回家种地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太便宜了吧也啊！但没想到，哎，它还坚持下来了。目前还有类似的机器，包括神州也好，包括机械革命自家也好啊，包括我们刚才提到那火影也好啊，它都有5999元卖4060显卡的机器啊，说明4060其实没有必要那么贵啊，没有必要什么8999卖4060，
对吧？5999就可以买到啊，这也是把这个资本家的邪恶面纱给揭开的一台机器啊。所以说这台机器，对于今年这个市场来说，非常非常的关键啊。它的这个行业地位，它是一个标杆级的一个产品，性价比标杆，好吧？刚才我们编导也提醒了我们一下啊，这台电脑现在在京东自营是吧？还是现货，5999元现货嘛？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所以说，就是当时我其实觉得有点怪，哇，4060卖5999，怎么卖啊？卖多久啊？它扛得住吗？啊，现在可以告诉大家，这4060游戏本啊，它就应该卖5999元，啊，太牛了，太牛了！好了，那吹得很爽啊，但其实这台机器还有很多很差的地方。我们做了一期视频有详细聊过啊，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。那么我个人比较不能忍的有2点啊，首先第一还是固态硬盘啊，它这么便宜为啥呢？因为固态硬盘用的差呗。用的是大名鼎鼎的英特尔啊，英特尔的 QLC 固态硬盘，性能奇差无比。有条件的话换个硬盘吧，好吧，有条件换一个硬盘吧。没条件的话也没关系啊，这个硬盘再烂，那也是个大品牌的品控相对稳定的硬盘，用是可以用的啊，只不过性能比较烂。那第二个比较烂的是网卡啊，它这个网卡是1T2的，反正就是性能非常的差。如果说有条件的话，这个没有条件我也建议你换掉，好吧？没有条件我建议你换掉，除非说你说我家不用 WiFi， 我家就用网线啊，那当我没说，当我放屁，好吧？那你把硬盘和无线网卡升级好之后，这台电脑就爽死你了。而且你不要觉得 i7-12650H 它的那个性能很差，是 N-1代的，又是 i6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不用担心这个。对于大型游戏来说 ，CPU 真的不重要啊，真的不重要，你不要去太纠结 CPU， 这个 CPU 玩游戏妥妥的够了，好吧？完全够了，很强很强。好，那下一台神州战神 Z8D6， 同样也是 i7-12650H， 同样的16G 内存，512GB 固态硬盘，同样的 2.5K 165赫兹的一个电竞屏啊，同样的价格5999元，也是很神的机器啊，也是很神奇的，甚至一定程度首发那段时间性价比甚至比机械革命还要高，因为为什么？首发的时候它用的是三星的固态硬盘 PM9A1， 我的妈呀，啊，人家是 QLC， 这边是 PM9A1， 那你自然就是高下立判啊。但为什么这台电脑没有到机械革命那个位置呢？是因为神州这台电脑是跟着改价格降下来的，它本来首发是6499，后来连夜改成5999的啊，这个是我们非常清楚的。所以说，那这台电脑可以推荐，但是它的一个热度就远不如刚才了。这台电脑的话，后续我记得有人告诉我说，硬盘换成群联的一个固态硬盘了，性能下降很多啊。但是我觉得，那怎么样呢？5999元啊，那可能现在买的人知道之前的买的人硬盘很好，心里可能会有点嫉妒，有点不爽啊。但是目前来说，这个价格，我觉得用群联固态硬盘没什么问题，好吧？啊，只要不是什么超级无敌杂牌固态就没问题。那么还有需要注意一点啊，就是它其实有一个版本叫 Z8D6 Full HD 版本 ，FHD 版本，好像是叫这个，还是叫什么 Z8D6 高清版？反正这个版本啊，它这个屏幕啊是低色域屏幕，你别看它价格更低了，还不到5999元，它是只有5599元啊，还便宜400块钱啊，是不是性价比更高了啊？为了跟机械革命搏杀，不是的，它屏幕换成低色域了啊，所以说我就不推荐了，好吧？那我还是推荐那个高色域的版本啊。这机器还有一个秒杀机械革命的地方，在我看来，就是它那个键盘温度控制的很好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对比一下这两台电脑的表面温度图啊，你可以看到机械革命中间一大块热的47度以上，你烤机的时候时间一长会闻到一股怪味啊，因为它热风吹得太厉害了嘛，那塑料的味道都吹出来了。但神州这台很牛逼啊，你看烤机的时候中间最热的地方也就40度，这个高下立判，好吧？它这个表面温度隔热性能还是不错的啊，这个是要赞赏一下。但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州技术力很强吗？啊，并不是这样子。它这个厚度你也可以对比一下，这个厚度也不是同一个级别的，重量也不是同一个级别的，所以说这个神州散热好，或者说温度体验更好，也是有原因的，好吧？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。那么下面推一个大品牌的呗，红旗的掠夺者秦 Neo 啊，我们推荐的是 i5 加上4060的版本。i5-1350HX 加上 RTX 4060，拼多多的价格是6398元。那么这台电脑其实它的散热规格相当的高，而且它隔热性能做得很好。再看一下表面温度图呗，啊，看到没？啊，这个才叫表面温度图啊！我的天哪，动手啊，哥们儿，啊，太厉害了！做到这一点的这个代价也很大呀，它的风扇噪音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像我们这种烤机状态下的话，它长期保持在60分贝以上，在我们的测试标准下啊，而且风扇策略也是优化的不好，所以说这台电脑。价格合理，然后呢，同时散热也很猛，配置也没啥问题，就是噪音处理的不好啊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缺点。那么游戏本聊得差不多了，在这个价位段，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这个全能本，荣耀 Magic Box 14 Pro
i5-13500H 处理器，搭载了一个3050的60瓦的一个3050显卡，啊，小封装的4GB 显存的，然后呢，以及一个120赫兹刷新率的高刷屏幕，售价是6499元。这台电脑看上去好像有点贵啊，前面这些4060的5999，啊，你这台3050为什么卖6499？啊，谁买啊？有病吧？是不是？那不是这么说的啊，因为这台电脑它的便携性它不是一个级别的，啊，它的厚度、它的重量啊，这些都是它的成本所在啊。它在这么一个厚度、重量的情况下面，把这个核心配置压进去啊，那这个是体现出它的一个价值，所以说它卖的会比较贵一点。那除此之外的话，荣耀自己也有一些小优点啊，比如说它的续航优化的还不错，13代酷睿加上独显，其实续航表现会比较差，但是这台电脑搭载75瓦时的电池，然后再加上荣耀自己的一个系统级的优化啊，所以说它的续航表现是不错的，好吧？然后除此之外的话，屏幕这次也升级了啊，去年是没有高刷新率屏幕的，很可惜啊，今年有高刷屏幕了，所以说这台电脑我觉得啊，综合还是很均衡的，我觉得值得推荐。可惜中的可惜是，很多人啊，包括我也是很期待 Zen 4处理器的荣耀 MagicBook 14锐龙版，想要更低的价格，然后获得不错的核显性能以及更好的续航时间啊，但是荣耀它这次各种原因吧啊，就没有精力或者说没有余力去推出这个 MagicBook 14的锐龙版了，所以说今年我们不会再看见 Zen 4 Phoenix 处理器的荣耀 MagicBook 14了，好吧，大家就别等了，只有酷睿版这个版本可选。下一台惠普战99新锐龙版，那这台电脑其实是刚刚发布啊，也是很新的机器，但是我们拿到之后发现，哎，表现还可以。首先第一，它处理器少见啊，7840HS 啊，酷瞎了，我终于看到一个 AMD Zen 4的了。这 AMD 做个 CPU 啊，真的是千恩万谢，我也是醉了。16G 内存1TB 固态硬盘，屏幕也不错啊，最后的价格是5699元，主要是这个价格不贵啊。它作为一个全能本的话，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。它的 CPU 性能在线，然后同时核显性能也是不错的。你玩点轻度的游戏、网游，然后平时的话你工作使用都是没问题的。然后战99的话，它的售后规格也是很高的啊，它品质感是不错的，所以说可以推荐。好，接下来6500到7500元，那首先还是游戏本啊，惠普的暗影精灵9。那这次618的时候，它促销了一个不错的价格 ，i5-13500HX 加上4060 16512卖7299元，哎，这价格都快干掉光影精灵了，是吧？说实话，差价这么点的话，其实我更愿意推荐这款，就300块钱差价，散热更好，对不对？然后整个扩展性也更好。那么这台电脑的话，双雷电4其实在同价位或者说是同类产品中是比较少见的。如果说你有外接高速的那个传输的一个需要的话，你可以考虑它。但是这台电脑其实暗影精灵啊。自从功耗提升、显卡功耗提升之后啊，它这个键盘又开始铁板熊掌谱了啊。那今年也是这样子的，你可以看到这个键盘面啊，我们测的是一个 i7 的版本啊，跟 i5 其实差不多的，甚至我觉得 i7 版本它的散热应该比 i5 要更好一点啊，因为它那个核心的关系嘛。它键盘中间可以看到47.5摄氏度啊，哇塞，好大一块热的。那这个就是惠普它散热设计的一个隔热的一个问题，它隔热没有做好啊，那没有办法，这个是你有条件的话外接键盘使用嘛。好吧，那其他表现都不错，特别是性价比啊，一线品牌啊，能卖到这个价格是真的不错，好吧，我非常推荐。下面一台又是我们机械革命啊，机械革命旷世16 Pro i9-12900HX， 然后再加上4060是卖6999元。如果说你要加到4070，那它会卖7699元。搭载个屏幕也不错，2.5K 240赫兹的屏幕，4070只要7699元啊，那可以说是一个性价比相当高的一个4070游戏本了。虽然4070这卡我们是看不上眼的，但是在这个7699的价格下面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商谈一下的，好吧？特别是机械革命啊，今年真的是性价比的一个常客了啊。然后是正统意义上的 RTX 40系的一个全能本，红旗非凡 X14 13500H 处理器 ，RTX 4050的一个独显，然后机身的话只有1.54千克的一个重量，但是它能把这个配置压缩在一个14.5英寸的一个屏幕内，这个尺寸既拥有一定的便携性。又拥有一定的游戏性能啊，那这个设计方案是今年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认可的。如果它能用 AMD 处理器就更好了，因为能耗比高嘛，它相当于把所有的能耗比的优秀的一个芯片都集中在一起。那么这台电脑我觉得一个小缺点啊，就是它那个 GPU 功耗太低了，好吧？我觉得散热做的还是不到位，这么大功耗的高功耗的一个性能组合，就给一个双热管单风扇，散热不行。然后同时这台电脑全能啊，它也不仅仅体现在这个 CPU 和 GPU 上啊。它屏幕2.8K 分辨率120赫兹刷新率的，电池容量76瓦时的啊，所以说它这个配置给的还是挺顶的啊。
那只要是这个模具要重新设计一下，特别是这个散热啊，要再重新改进一下，不要用这种看着很尴尬的一个散热设计了，做成那个牛角型的那种散热就会更好，好吧？那但是这个机器依旧值得推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7299你找不到竞品啊，其他的电脑，比如说你们很喜欢幻14，你看它多少钱，对不对？像 Yoga Pro 14S 至尊版，你看人家多少钱？01 Pro 14多少钱？对吧？他们都是用5位数的机器，你要7299元，你找一个14英寸的，然后还是一个新处理器加上 RTX 4070显卡的一个笔记本电脑，啊，7299元就红旗这一家，好吧？所以说没得选啊。下面台华为 MateBook 16S， 这台电脑也更新了啊。那么低配版的话，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不算太贵 ，i5-13500H 加上一个3:2比例的一个 2.5K 的一屏幕，16G 内存 1TB 固态硬盘，6999元。推荐它理由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啊，就是你要找到一个16英寸的尺寸，同时它是3:2比例的一个显示屏啊，这件事情就是比较难的了啊。那华为可以说是独一档。那为什么我说这个屏幕其实很好用呢？因为3:2比例，你不要看到这个比例觉得好像也就是个比例嘛，对吧？实际上对于文字工作来说，这个比例是很健康的。我个人办公用的电脑，用的显示器是2台华为的这个3:2的一个比例的一个4K 分辨率的显示器。为什么我买它呢？因为3:2比例只有华为在做啊。那么这个比例让我打文字工作很方便，看数据也是很方便啊。所以说我很推荐大家啊。那如果说你也是跟我一样有类似的一个需求的话，那么这台电脑我觉得目前是独一份的，6999元，你说贵吧，也不是特别贵，而且它是华为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如果说你用华为手机的话，那联动起来会更爽，它有那个多屏协同的一个生态功能嘛。那除此之外的话，14S 也可以推荐，但为什么我没有把它再放在重点里面去说呢？因为14S 的竞品实在太多了啊，确实3:2是很爽，但是人家16:10也不错嘛，对吧？你看小新也有，荣耀也有。啊，不是你一家有啊，各种各样的都有，竞品太多了，所以说我觉得被淹没掉了啊。如果说你很喜欢华为的话，也可以，好吧？它还有一个绿色的，然后它的外放也不错，它的键盘手感也不错，也可以推荐。接下来我们的跨度稍微大一点啊，7500元到1万元。为什么这次跨度那么大呢？以前都是要分2档的，是因为今年啊，在这个中高价位段，其实我觉得真的值得买的机器或者值得推荐的机器太少了，99%的都是垃圾啊，都是垃圾。所以说，我被迫在7500到8500，然后呢，在8500到这个1万这2个价位段，我把它合成一个啊，然后希望电脑看得过眼的电脑能稍微多一点点，好吧？希望如此。好，那首先是华硕天选4。那么天选其实之前就应该提到啊，那我们憋到现在是因为我们还是想推荐这款Phoenix 处理器的一个天选4，搭载的是 R97940H 处理器。4060的一个显卡，16G 内存，512GB 固态硬盘，售价7499元。哎，啊，这个 R9 处理器加上4060，7499，确实不错，而且这电池容量也挺高啊，是不是？90瓦时电池容量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机身2.09千克，真的很轻啊！你不要觉得它轻之后散热会变差，我们测下来散热的话，也是一个非常主流级别的一个散热，没什么问题，好吧？打游戏也是可以的。啊，能耗比表现很优秀啊！这个 Zen 4处理器真的很厉害。其他的话，其实和我们之前做的那个天选4的评测也差不多啊。比如说这个屏幕下巴比较宽啊，然后呢方向键很讨厌啊。那像这些细节的话，我们后续也会一点点再去跟他说啊。那总之的话，7499元，那这个电脑是值得推荐的。还有天选机呢，对不对？那么接下来又是机械革命啊！机械革命蛟龙16 Pro 啊，性价比真高啊！R9785HX 16G 内存，1TB 固态硬盘，4060。还是240赫兹的一个2.5K 屏幕啊，7699元啊！你这个除了性价比就是性价比啊。但除此之外，它比极光 Pro 有好几个地方都很靠谱很多。首先第一，它的网卡硬盘都不缩水了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它这个模具啊，它不是同方国际生产的，同方国际那个模具质感太差了啊，它是宝龙达生产的啊，它宝龙达那个工艺啊，这明显就要比同方国际要靠谱点。所以说这个整体给我的捏在手上的质量啊，就感觉啊会稍微好一点。但是虽然质感看上去好一点，但散热这个问题依旧存在。你看它那个键盘，哇塞，也是铁板熊掌啊，这中间一大块红的啊，很热。玩游戏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。那么接下来是全能本啊，联想 ThinkPad 16P 啊，这台机器我们之前有做过视频，那个时候是高配版，很贵。那么今天我推荐的是它的一个低配版 i5 16 1T 加4060 3.2K 的一个超高分辨率的屏幕，8999元。性价比肯定是不如前面几台的啊，但是
这台电脑有个大优势，哎，发现没？它虽然是有着游戏本一样的性能，但是它外观真的很像一台商务本呗。啊，如果说你是学生群体啊，特别是喜欢玩游戏的学生群体，但爸妈又非常反对你玩游戏，那么这台电脑就很合适。啊，虽然价格9000块钱确实不便宜，但人家是联想，想想看啊，联想一线品牌对吧？又有保障啊，给父母听啊，说我是买的这个联想的这个 ThinkBook 商务本，多棒啊！你说是不是？啊，这个我相信父母肯定会愿意啊为你掏这个钱，对吧？到时候你在玩这个吃鸡的时候啊，就记得一下，比巴拼色是帮了你一下。行，那么这台电脑的话，我整体测下来，我感觉就是它不太像是一台全能本了，啊，它包括它的尺寸、重量也好，它真的就是一台游戏本了，或者说是一台那个创意设计 PC、Creator PC 了，好吧？我把它还是归纳在那个创意设计 PC 这个领域里，啊，因为你无论是你的这个内存升级过之后啊，它是可以做一些视频剪辑的，包括你可以买这个高配的 i9版本，啊，它也是可以做视频剪辑的工作的，所以说这个专业类的工作它是可以满足的，它的性能也是足够支撑它的。啊，但是我相信 B 站的多数观众会把它当成游戏本来看待啊。那么下面的话是轻薄本，那首先是华为 MateBook X Pro 2023。那么这台电脑的话，其实我比较推荐更贵的那个版本，就是微容典藏版，因为微容典藏版它的外壳手感非常的棒，然后呢，它这个机身也会更加的轻巧，但是那台机器要贵很多很多啊。如果说你没有这么高预算的话，那其实它的一个普通版本也是可以推荐的。这个机器它的屏幕素质非常的好，做工也是一个顶级的一个做工啊，然后整体感觉很高档吧，我可以这么说啊，是一个适合高端商务人士使用的一个产品啊。如果说你用的是那个华为最顶级的手机，比如说 Mate X 对吧，折叠屏那个啊，然后呢用着 MateBook X Pro， 这感觉很搭，是不是啊？很高端的一个很沉稳的一个商务人士啊。行，那么下一台是我自用的电脑 ，LG Gram 17 i5-1340P 处理器，16GB 内存，512GB 固态硬盘。那么我用的电脑是这个独显版本，它有一个搭载 RTX 3050那个40瓦功耗的一个小封装的一个显卡。我认为啊，对于这种电脑来说，独显其实是有点鸡肋的啊，所以说我推荐的还是它这个核显版本。核显版本的话是9899元啊，那我出差使用应该就够了，而且它屏幕更大嘛，这么大17寸的屏幕，却只有1.35千克重量啊，那这个重量我觉得我个人还是很满意的。至少我背出去的话，我大屏幕我工作效率也会高一点嘛，我是远视眼啊。那个屏幕太小，我看不太清楚，我需要大屏幕，那么这台电脑就很适合我。然后其他的话，我觉得都是一些 LG 的一个传统优势，比如说它的那个电池容量很大，所以说它的续航表现也是不错的啊。还有就是它的那个缺点啊，说明白啊，虽然我很喜欢它，我也在用它，但是它的外壳质感真的没有这种万元本的感觉啊，它就是一个塑料壳的感觉啊。所以说你如果很在意这个外壳质感的话，那这台机器可能会让你失望，好吧？万元以内的我们都聊完了啊，那接下来是推荐的是1万到2万元，非常牛逼的一个价位段了啊。那首先是雷神 Zero 2023，哎，居然会有雷神的机器啊！我们已经好多年没有推荐过雷神了啊。那为什么会有雷神呢？啊，因为便宜啊。雷神 Zero 2023这台机器4080促销的时候12999元，这个真的是太便宜了啊！4080能卖这么低的价格，而且是高功耗175瓦4080啊。还有就是 i9-13900HX 啊，这个配置一点都没缩啊，能卖到12000、13000，那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价位段。但是它有它的一个问题啊，比如说它的满载噪音是非常大的，和我刚才提到那个红旗的掠夺者一样大啊。然后同时的话，它的机身塑料感是比较强的，可能是 AD 面太亮的原因吧。这个是外观上的东西，我不做过多点评啊。总之推荐它理由很简单，就是它的一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吸引人，好吧？好，那么同样这个价格吸引人呢，还有就是机械革命旷世16 Super 水冷版，哇，水冷笔记本电脑你们见过没？啊，反正我们之前已经见过好几次了，但是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，水冷游戏本还是很新奇的一个玩意儿。i9-13900HX 4080 32G 内存 1TB 固态硬盘，加上水冷模块13999元，一定程度上说，这台机器其实比雷神那台更便宜。但是呢，它的本身价格还是要稍微再高一点点。如果说能把水冷模块去掉啊，32变成16G 内存，然后呢，价格说不定可以比雷神更便宜啊，那就很棒了，好吧？总之这两台电脑性价比都不错啊，都是推荐的。好，那下面一台 ROG 魔霸7 Plus 超能版啊，这台机器是用的是 Dragon Range 处理器 R97945HX， 配上4080，卖15999元。对于 ROG 来说，这个价格其实也不能算是贵啊，真的是很便宜的价格。再加上 Dragon Range 的这个性能提升啊，包括它的一个低功耗下的一个性能提升，要比 Phoenix 要强很多，所以说这个处理器也是很棒的啊，玩游戏没有任何的问题啊。
但如果说你要拿 AMD 处理器去剪视频的话，其实我更建议你买 Intel 处理器的，因为核剪的话它是有一个加速作用 ，AMD 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吃亏的。但是纯打游戏的话，这台机器完全没有问题。还有它的散热规格还是很高的啊，它双均热板，它那个 CPU 和显卡都是均热板覆盖的，然后都是液态金属，这个散热规格还是很豪华的。散热规格豪华就体现在这个温度图上，你可以看到，不仅这个核心温度压得低，你可以看到那个键盘也是个动手的状态啊，这台机器散热很棒，散热很棒。好，然后是我们大名鼎鼎的一线品牌守门员啊，惠普暗影精灵9 Plus 高能版，我个人就推荐这个 i9 加4080的版本啊，它是目前非常便宜的一台4080的一线品牌游戏本，英特尔处理器里它应该是最便宜的，一线品牌的 i9 加4080加32加 1T 以及 2.5K 165赫兹刷新率的屏幕，15499元，这台机器就是一个卖点，一线品牌，价格低。这个价格你说15000怎么能算低呢？确实不低，但是对于4080来说，那这个价格绝对不能算高了。特别是他们现在这个定位啊，普遍都很高。你看机械革命那个也要14000呢，13999元，对不对？但这台机器我还需要再重提一下，这台机器的质感，它外壳是塑料感是比较重的。C 面虽然是金属啊，但是外壳质感比较差的，所以说它看上去可能不像是一台1万多的一个机器啊，你自己心里要有所准备。同时，它的键盘设计我认为是非常脑残的啊，这么大尺寸的一台机器，连小键盘都没有，简直弱智，好吧？但是没办法，每年都这样啊，今年也这样。需要一线品牌，需要4080这种高性能显卡，但是又没有太多预算的话，可以考虑这台。接下来一台电脑啊，可能口碑不太好，但是我觉得看了一圈之后发现，哎。也是可以的，就是那个联想的拯救者 Y9000P 至尊版，这个电脑首发价17999元，如果说它能降到17999元甚至更低的话，那我觉得是可以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首先，它是一台16英寸的游戏本，16英寸能搭载4080，那这个在同类型产品里面，或者说我推荐的列表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少啊，我推荐的都是一些大尺寸的机器。17.3呐，18的呀，然后还有一个惠普也是17.3的，那这台是16英寸的，那整个尺寸就要更加的小巧一点，看你们需求啊。此外，我们诟病比较多的，比如说像那个配置缩水啊，什么接口没了1.4什么的啊，在 Y9000P 至尊版上也不存在，它也是把这个接口的问题给补足了，所以说算是个备选吧，好吧，算是个备选。如果说你比较喜欢联想，比较喜欢小尺寸的高端的游戏本，那我觉得这台机器也可以考虑一下。行，那么接下来是一些工作用的电脑啊。比如说这个苹果 MacBook Pro 14 M2 的版本 ，M2 Pro 加16加512是14099元。那这台电脑不用我多说啊，如果你是拿来办公很浪费啊，拿来上课这个移动办公啊，这个真的很浪费，而且这机器真的不轻啊，1.6千克啊。但是如果说你是用来做视频剪辑或者平面设计或者影视制作，那么这台机器就非常合适啊。那你买它的时候，你就要参考一下自己的同行，或者参考一下自己的同事，或者参考一下自己的同学啊、学长学姐，看他们是不是用苹果笔记本电脑。如果说他们也用苹果啊，他们也用这个苹果这个 macOS 的操作系统，那你就可以去买啊，很合适，好吧？如果说不是，他们都用 Windows 啊，那你就别浪费这个钱，好吧？啊，你钱多可以给我啊。接下来是一台这个性能小钢炮啊，华硕灵耀 Pro 14。那华硕灵耀 Pro 14的话，它算是一台红旗 X14的这个完整版的一个产品啊，当然价格也贵很多啊，12999元。i9 加4060 32.1T 14.5英寸 2.8K 120赫兹的一个触屏，真正的全能型笔记本电脑啊，同时性能释放明显增强。你看刚才那个4060就50瓦，太拉了，这个4060 110瓦，直接给你整个满血。也不能说满血吧，满血是140瓦，但是它110瓦已经是可以发挥全部性能了，而且还支持色域切换，所以这台机器真的是有钱就买，好吧？这全能型笔记本里面真的是很少见的一个强悍的机器。好，接下来华硕 ProArt 创16，那这个就是正统的一个创意设计 PC 了，13980HX 加4070 18999元。我推荐4070版本啊，因为它4060只便宜1000块钱，那你干嘛不变成4070呢？它做视频啊什么的，就如果说你是 Windows 环境的话，你可以考虑它啊。它屏幕素质很高，然后呢，它还有这个物理旋钮，可以看到 C 面啊，物理旋钮，这个设计还是很有创意的。华硕很喜欢在这种硬件上面搞一些很风骚的小玩意儿，我很喜欢。当然价格也是很贵啊，你拿它打游戏实在是太浪费了，暴殄天物，还是做专业设计会好一点。好，下一台 Yoga Pro 14S 至尊版。那么这台电脑的话，这个 CPU 很好，很有意思啊，13905H。它是一个小封装的13900，很好玩。它这台电脑其实本质上和这个灵耀 Pro 14是一样的啊，它就是一台正统的全能型笔记本电脑。那么这台电脑它的性能释放可能不如华硕那么的猛啊，但是
本质上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设计，比如说它键盘手感会比较的再好一点，外放也是很不错的啊。那有些设计它是独有的，那么看你自己需要吧，好吧，反正这2台电脑我都是推荐的，都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全能型笔记本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是一台很骚的玩意儿啊 ，ROG 幻 X 2023，这台猪头肉很棒啊！这个棒的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今年 RTX 4070显卡它能耗比提升了太多，65瓦，即便是65瓦的一个功耗，它也要比去年同类型的一个产品性能要翻1个倍。啊，所以说太爽了，直接性能翻倍啊，那让它成为了目前性能最强的平板电脑。当个3奶机是很实用的。如果说你那个有类似的需求，或者说有闲钱去买一个玩具的话，这台电脑我是推荐的。如果说你要拿它做主力机用的话，你要对它的屏幕尺寸有一个基本概念，包括玩游戏也是一样。13.4英寸你去玩那些传统的 PC 游戏的话，屏幕会相对来说会显得有点小啊，你要注意一下。那接下来要提一台电脑啊 ，ThinkPad X1 Carbon。那么2023款的话，它的续航要比2022要强一点啊，毕竟2023的那个英特尔稍微改进了一点点那个能耗控制啊，续航没有那么崩了啊，但是续航依旧一般性啊。那么这台电脑模具依旧没有换，还是老模具，所以说我对它的好感度就逐渐降低。有一个好处是它标配了4G LTE 模块。如果你经常出差，你要随时随地上网，那么这个标配4G LTE 模块的笔记本电脑，对你来说就很实用啊！你别说什么接个热点也可以啊，那感觉其实很不顺畅。你每次急着用电脑的时候，你需要的是马上联网，而不是打开电脑、打开手机、打开个人热点，然后 WiFi 搜索，打这么一套流程下来。而且 Windows 的那个系统对于这个热点啊，它也有点小奇奇怪怪的 bug。我的手机连我的笔记本的时候，我也是热点嘛，我没有 LTE 模块嘛，它没有4G 版本可选的。老是出 bug 啊，老是断连，所以说看你的预算吧啊。如果说你想要台轻一点的，同时接口数量也不嫌少也不少的一个机器，用来出差用，用来工作用，那么这台机器可以考虑啊，但是很贵啊。同样是一台很高级的便携型的笔记本电脑，苹果 MacBook Air，我个人看它就顺眼很多，但是价格依旧很贵，而且兼容性相对来说，软件兼容性啊，跟苹果之前说的 MacBook Pro 一样。软件兼容性是一个问题啊，你要看一下自己的软件是否兼容苹果啊。如果兼容的话呢，它很推荐啊，那自己能耗比很强，续航超级无敌高，秒杀X1 Carbon啊，你看那个续航，然后呢还是无风扇设计，没有噪音。好，那么我们 MacBook Air 之后呢，我们还有一台电脑，虽然我们还没来得及测啊，但是我去参加了他们的发布会，我这台机器也挺有意思，可以推荐给大家，就是那个联想的 Yoga Book 9i。啊，这台电脑很有趣儿，它是2个屏幕的笔记本电脑，同时因为它那个特殊设计的支架，在打开的状态下面，让你上面一个屏幕，下面一个屏幕都是13.8英寸的一个屏幕，它上面下面2个屏幕都是大尺寸的屏幕啊，那这个观感很震撼，科技感也很强。可以这么说吧，如果说你想要一个高科技一点的玩具，或者说你想要上课的时候还炫酷一点啊，那么这台电脑是可以考虑一下的。你可以把它横过来用，也可以变成左右2个屏幕，2个竖屏啊。总之可玩性还是比较高的。Yoga 好久没有出这么好玩的机器了，我觉得也可以在这边重点提一下啊，我是比较推荐的。但如果说你追求什么性能啊，追求续航啊，追求这个接口实用性啊什么的，那这个就不存在了啊，因为这个机器本质上还是一个炫技的产品。它的性能相对来说比较弱的，然后同时它的接口也是比较少的，这要跟你说清楚，而且价格很贵啊，16999元啊，目前好像只在官网上有卖，好吧，跟你说一声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是2万块钱以上的一个价位段了啊。那么在这个价位段，其实我觉得没有推荐的必要了啊，大家就看个乐呵，是不是？就有钱人买个玩具啊，消费，对吧？这个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。我也是推荐几款啊，我玩过、测过，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笔记本电脑。各位爷全当这个看个玩乐吧。首先，红旗掠夺者战斧18啊，它这个4080的版本也要卖到2万块钱。那这台机器有个很厉害的点啊，你就看它的这个键盘温度啊，真的特别的低。18英寸的电脑，今年旗舰游戏本很多18英寸的版本，屏幕非常大，看上去很震撼啊，这个是很棒的一个体验，或者说是去年或者前年都没有的一个体验。这台电脑的话，它在此基础上又改进了这个隔热设计，所以键盘2块的跟外接一样啊，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啊，这个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东西。然后接下来是 ROG 枪神7 Plus 超静版，这台电脑它的散热很牛逼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又是双液晶，然后 i9 加4080 32ET，就一个地方不是顶级，它居然用热管，它不用均热板啊。那据我所知，是因为热管测下来发现，哎，这个数据会更好，均热板更好，索性就用回热管，没什么啊，反正没必要拆机出来看嘛。
顶级的散热，顶级的性能，这没什么瑕疵啊，除了就是噪音有点高，但是没办法嘛，这种笔记本电脑，你说强冷它能不吵吗？你说是不是？就正常的性能模式下满载就可以了啊，它分贝值控制也还可以。这台电脑怎么说呢？比较有实际意义的，玩游戏是可以的，实用价值相对来说高一点。下一台就是比较炫技的一款产品 ，ROG 冰刃7双屏，2个屏幕的电脑见过没？那么这台机器其实这个价格有点吓人了，5000不是5000了，对不起，少看个9，54999元，我的妈呀！配置当然也是顶级啊。那么这个机器主要是，怎么说呢？超级无敌有钱人会考虑一下啊，考虑一下。2个屏幕的电脑嘛，很酷啊，很炫酷，性能也是顶级，有钱可以买，有钱可以买。好，下一台微星泰坦 GE78HX。那么这台电脑它怎么说呢？也是和那个魔霸一样啊，是一台相对来说比较实际的电脑。同时它的 RGB 的一个灯光啊，也给它一定的炫酷的感觉，散热表现也不错。它的一个性能也很强啊，那是一台很传统风格的一个旗舰级游戏本。那么除此之外，它还有一台泰坦 GT77HX， 那台电脑就比较放飞自我了。那有机械键盘，有4个内存插槽，3个固态硬盘位，啊，这种设计是今年是很难看见的，是基本上是没有的啊，只有泰坦 GT77HX 有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想要把内存升级到很高的一个规格，然后想把硬盘升级到很高的一个规格，然后同时跟别人去 PK 配置啊，然后去玩这种硬件的感觉啊，那么这台电脑 GT77就很适合你，但是它的价格也非常的贵啊，4090要37999元，哇塞！啊，看着都有点心慌啊！看看这个拆机图啊，看看这个热管，看看这4个大风扇，哇，简直就跟章鱼一样。接下来是一台我个人比较纠结的机器啊 ，Alienware X16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你推荐它吧，它这个屏幕亮度36999元的机器，屏幕亮度324.1尼特实测，这太暗了，这个配置瑕疵太严重了。好吧，我不说你这屏幕规格要多高啊，你至少给我一个亮度高一点，500尼特不过分嘛，对吧？才给我来个300多尼特的。但是呢，你不推荐它也有点说不过去，为什么？因为 i9 4080最厚的地方18.6毫米，这是我们实测厚度啊。这么薄的一个4080的游戏本，我们测完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比它更薄的机器了，至少目前为止啊，我们没有测到过比它更薄的机器了。那么它的设计同样也是很惊艳的啊，它4个风扇设计还是很有创意的。所以说，我想了想，还是推荐它吧，因为这机器，真的是很少见的一台电脑啊，而且很酷炫的一台机器。如果说，比如说你去住宿舍啊，比如说去上课啊，拿一台这个啊4个风扇的这么薄的一个外星人过来啊，我觉得还是很吸引人的。然后是我们最后一台机器啊，基本上每次推荐都会有苹果 MacBook Pro 16。我们推荐它的理由和那个 MacBook Pro 14是差不多的啊。如果说你有专业需求，有平面设计、影视制作啊，那个音频的一个制作的一个需求，同时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学长学姐啊都在用这个苹果笔记本电脑，那你该用就用，该买就买，因为它是一个专业级别的电脑啊，那屏幕素质很强，然后续航也不错啊，这个是它的